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段，可以说是圣经里相当有冲击力的话。是啊，是挺有名的。对，来自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耶稣他亲口说啊，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恨字确实很扎眼。是啊，恨自己的家人，甚至恨自己的命，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刺耳？冲击力太强了。没错。而且我们都知道，耶稣教导的核心是爱，对吧？要爱人如己，还有十诫里也清清楚楚写着当孝敬父母。对，这些都是基础。那他这里说的恨，跟他一贯教的，甚至他自己那种慈悲怜悯的形象，这不是完全反过来了吗？感觉上是矛盾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啊，他说的做我的门徒，感觉分量很重，不只是来听听课那么简单。对，听起来要求非常高。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根据手头这些资料，一起来好好琢磨琢磨，耶稣这番话听着这么极端，背后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真的是在叫人去恨吗？还是说，用了什么特别的说法？是的，这个问题确实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甚至有点安不。资料里呢梳理了几种主要的解读思路，想解开这个扣。好，那都有哪些看法？第一种观点比较直接，就是认为耶稣说的就是字面上的那个意思，憎恨。字面上的恨。对，这种看法觉得要真正跟从耶稣，有时候你可能就必须在情感上，甚至是行动上，跟你那些比如说阻碍你信仰的家人彻底划清界限。哇，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虽然痛苦，但是为了表明你对耶稣是绝对忠诚的。等等，这个字面憎恨，我还是觉得有点太难接受了。虽然说现实里确实有信徒因为信仰跟家里关系搞得很僵，甚至决裂，那种痛苦肯定很深。是的。但要说这是耶稣要求的恨，这跟他教导的爱，尤其是爱仇敌什么的，也太不搭吧。这种解释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你说的这个张力，对，就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啊，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解经的人不太倾向于这种完全按字面意思来的解读。这就带出了第二种观点了，这个可能更常见一些。哦，是什么呢？就是认为这是一种比较性的爱，或者说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手法。比较性的爱，修辞手法。对，这里的恨，它指的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厌恶啊、敌意啊那种情感，它的意思是爱的少一些，或者是把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哦，这是一种就是闪族语言里头挺典型的一种表达方式，用很强烈的对比来突出重点。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对我的爱必须超越你对世界上所有关系的爱，包括最亲的家人，甚至包括你对自己的生命的爱。爱的少一些，这个听起来是温和多了，逻辑上也好像说得通。但是这样一来，会不会让耶稣那句话本身的那种震撼感就没了？他用那么重的词，是不是就是想让我们心里咯噔一下，逼着我们去反思自己的那个优先性？对，你提的这个也很有道理。如果光解释成爱少一点，会不会有点太轻描淡写了？这确实是这种解读可能遇到的一个质疑。它虽然解决了逻辑上的矛盾，但可能把原文那种就是当头棒喝那种效果给削弱了。所以呢，还有第三种观点，它更侧重于做门徒要付出的代价。代价？对，这种解读特别强调路加福音14章，就是耶稣说话的那个大背景。当时不是有一大群人跟着他吗？对对，他就转过身来跟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得先算计好成本，就像盖楼之前得算算钱够不够，打仗之前得看看兵力行不行。那个比喻很形象。是的，所以这个恨家人和自己的性命是在这个计算代价的框架里说的，意思就是你得有这个决心，为了跟随我耶稣，就算要牺牲掉你最看重的人际关系，牺牲掉你自己的利益，你也愿意。重点在于那个委身的彻底性。结合上下文这么看，这个计算代价的比喻确实很有力。这样的话，恨这个词听起来就不太像是一个单纯的情感命令了。对，更像是在预告一种可能的后果，并且问你准备好了吗？
即使可能失去一切，你也跟吗？这是一种决心的要求。正是这个意思，他强调的是一种意志上的选择和准备。然后呢，还有第4种观点，这个跟第2种有点像，但是它更侧重于语言和文化背景。哦，语言文化背景？对，他指出来，在耶稣那个时候的希伯来语或者亚兰姆语的文化和说话习惯里，恨 “sang” 这个词，它经常被用来表达相对不那么喜欢，或者选择把排在后面。相对不喜欢排在后面。是的，它描述的不是一种主动的敌意，而更像是一种优先性排序之后的结果。资料里举了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创世纪第29章，说到雅各，他爱拉结胜过爱利亚。经文描述利亚失宠，那个原文用的词根就是恨啊，是同一个词？对，但是这并不是说雅各在感情上真的憎恨利亚，对吧？对，他只是更爱拉结吗？没错，所以他只是表明雅各在这2个人之间，他有个偏爱，有个选择。哦，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啊！原来恨可以这么用，表示相对不那么爱。这么说来，耶稣可能就是用了当时听他讲话的人能明白的一种，虽然有点不寻常，但是很有力的表达方式。对，就是为了强调做他的门徒，首要的忠诚必须给他。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用词这么激烈。是的，不了解这个文化和语言背景，我们用现在的想法去套，确实很容易误解。对，所以了解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好的，那我们现在梳理了4种主要的解读了：字面憎恨、比较性的爱、门徒的代价，还有这个文化习语的解释。每一种好像都抓到了一点道理，但又好像都有点让人不太完全满意的地方。是这样，字面憎恨太极端，比较近的爱呢，又可能显得有点温和，削弱了那个冲击力。门徒代价侧重决心，但可能有点忽略了情感层面。文化习语解释了语言，但需要你有那个背景知识才能懂。那我们该怎么整合这些看法呢？资料更倾向于哪一种，或者说有没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方式？这个就有意思了。资料似乎并不认为非得选一个唯一正确的解释。他更倾向于把几种解读结合起来看，特别是比较性的爱文化习语这个角度和门徒代价那个角度结合起来。哦，结合起来看。对，核心思想大概是这样：耶稣用的那个恨字，确实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它是一种表达相对次要或者爱的少一些的非常强烈的说法。这是比较性的爱文化习语的部分。然后他为什么用这么有冲击意的语言呢？就是为了强调做他的门徒所要求的那种绝对优先的忠诚，以及伴随这种忠诚而来的那种沉重的代价。这是门徒代价的部分。我明白了。所以他不是在命令一种负面的情感，比如让你心里真的去恨谁，他是在要求一种意志上的彻底归属和一种优先级的重新排序。我来试试复述一下，看理解的对不对啊？所以耶稣不是说你要在心里头恨你爸妈，而是说你对我的忠诚和爱必须是 No.1， 是第一位的，要超过你对父母、对配偶、对孩子，甚至超过你对自己的生命的爱。如果你心里最看重的还是那些，而不是我，那你就还没准备好成为我真正意义上的门徒。这个优先级的要求太绝对了，所以在当时的语言习惯里，可以用恨其他所有东西来表达这种绝对性。对，你抓到核心了，这是一种关于终极归属的宣告。做耶稣的门徒，不是说在你生活里加个兴趣班那么简单。它是你整个生命坐标系的重新调整。你的那个忠诚的中心点必须从你自己、你的家庭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上转移到耶稣基督这儿来。这个调整听起来很根本。是的，同时呢，耶稣也非常实在或者说非常坦诚地指出了这种调整可能带来的实际后果，也就是我们说的代价。代价。对，资料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能忽略。对当时听他讲话的人，甚至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真的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有时候它确实就意味着你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朋友可能会疏远你，社会上可能有压力，甚至可能在经济上、工作上遇到挫折。耶稣不是在画大饼，说一切都会很好，他是在说跟我走可能会很难，
你们得有心理准备，甚至可能要准备好失去你们现在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哇，这个确实让这段话的分量显得非常非常重。它不只是一个神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甚至可能会带来痛苦的选择。没错。那好，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之后，这对你，对我们每个听众来说，在每天的实际生活里，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去实践这种优先次序，同时又要处理好跟家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呢？这好像很难平衡。是，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信仰怎么落地。资料里也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可以看看。好，首先就是当信仰和你家人的期望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对，这意味着你还是要按照圣经教的去爱你的家人，孝敬父母，尽你所能去维护好关系。但是，当家人的期望或者要求跟你对基督的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比如说他们要求你放弃信仰的原则，或者让你去做违背信仰的事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首要忠诚必须是给耶稣的。这可能非常难，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勇气，但那个优先级得是清楚的。听起来像走钢丝，既要爱家人，又要忠于信仰，两边拉扯的时候必须选后者，这个挑战确实很大。的确是。其次呢，是在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比如无论是选工作、考虑结婚、决定住在哪儿、怎么用你的时间金钱，这个原则都应该在里面起作用。即是说，引导你做决定的那个首要因素，不应该是哪个选项最舒服、最安全、最符合社会或者家人的期待，那应该是什么？而应该是哪个选择更能让你活出对基督的忠诚，哪个更荣耀他，更能实践他的教导。这需要一个不断寻求和分辨的过程。这要求很高啊，需要时刻反思自己的动机。是的，再有呢，就是涉及到侍奉或者回应呼召的时候。侍奉、呼召。对，有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耶稣在引导你去做某一件特定的服事，或者去某个地方承担某个责任。这个呼召可能看起来不太合常理，可能意味着要离开你的舒适区，甚至可能家人很不理解、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你要尽力去跟家人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但最终你不能让家庭的压力，哪怕是出于好意的爱和担忧，成为你顺服呼召的阻碍。这也让人想到历史上很多宣教士的故事，或者那些为了信仰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他们往往都要面对这种挣扎。没错，就是这样。最后呢，资料也提醒我们要正视代价，但也要看到回报。就是说，得承认，活出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有时候确实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世俗眼光看为好的东西，比如安逸啦、别人的认可啦、便利啦等等。这就是耶稣说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十字架。但同时也要确信，这份忠诚带来的回报是更深层、更持久的。那不光是说将来遥远的永恒的喜乐，也包括在今生就能体验到的东西。比如一种清晰的人生方向感，一种不被环境轻易动摇的内在平安，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会，还有就是跟创造你的主之间那种活泼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好了，我们今天算是把路加福音14章26节这句听起来挺吓人的话给好好挖了一遍。聊得挺深入的。总的来说，耶稣那句让人震惊的恨，看来最核心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心里长出恶毒的情绪来。对，不是那个意思。而是用一种极其强烈，甚至可以说有点极端的方式来要求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生命中的绝对首位。没错，绝对的第一位。资料里有句话总觉得挺好，也很有力量。我不想成为你众多爱中的一个，我想成为你最伟大的爱。这句话抓得很准。这也许就是耶稣在那段经文里想要传达的最核心的信息吧，一种对我们全然委身的呼唤。的确如此，而且这里头其实还有一层意思，也挺值得琢磨的。是什么？就是当耶稣真的在你生命里占据了那个最伟大的爱的位置的时候，你对其他人的爱，比如对父母、配偶、孩子、朋友的爱，
并不会因此就没了或者变得扭曲，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健康、更无私、更接近上帝原本设计的那种爱的样式，因为你爱的那个源头和标准都对齐了。有道理。所以你看，耶稣的要求最终的目的，其实不是要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是要在一个更高的秩序里，就是为了神国度的缘故，来重新定义和净化这一切关系。这个角度很重要，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个正确的次序。对，是这样。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探讨快结束的时候，也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可以让你继续在心里想一想，琢磨琢磨。就是在你现在的生活阶段，在你具体的生活处境里，是不是正面临着某个具体的人际关系的挑战，或者某个重要的抉择关口，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耶稣所谈到的这种终极优先次序的拉扯和考验？这个原则可以怎么样具体的、有智慧的应用在你当下的情况里呢？不妨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去思考和探索吧。